Hello，大家晚上好啊！我欢迎来到今天晚上8点半一个突发的 live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况非常的特别啊。今天是很多个股市都有很大的下跌，甚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天的下跌啊。那所以今天我也看到很多的同学可能都很迷茫啊，或者是我看到刚才留言区里面很多同学都发了一个在哭的 emoji 啊，那没关系，我们现在突然出了一个 live 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最近的市况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大跌呢？啊，那我相信啊，不用我跟大家去讲啊，大家看到打开你的股票的那个 APP，或者是你看一下什么新闻都可能会听到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日股作为一个指数当天里面跌了12.4%那台股也跌了超过8%那我看到有同学说感谢你们的及时鸡汤，哈哈，谢谢你的赞但我希望我们能做的不只是鸡汤而是作为一个解药给你们。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解药，那就更好OK， 我们回到我们的 live 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就一一的跟大家去讲那顺带一提，今天的 live 呢，就只是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 update 那虽然是一个 update， 但其实当中也是满满的精华那齐法法呢，他自己呢他也是有在不断的学习现在呢，他也不在香港他去了国外，然后他有一个课程进修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者就算现在他面临着市场有一个调整他自己呢也是不慌不忙的他也不会很在意这些市场的波动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那我们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七法法那样一个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且是能够长期很正面稳定的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去参与这个股票的市场好了，那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也准备了一些锦囊给大家那我们开始来讲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首先先来讲一下美股吧。美股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指数罗素2000道琼斯、标普500包括纳斯达克他们的那些 ETF 包括期货，其实在夜盘的时候已经是在下跌了那现在在盘前的时候也是在下跌并且是裂口下跌我们看到市场的情绪可以说是非常的极端，非常的极端的恐惧你可以看到举个例子我用QQQ 也是那个纳斯达克100的ETF你可以看到它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面已经是跌了有接近15%吧。如果你再计算那个盘前的裂口低开，是跌了接近15%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下跌一个调整那并且我们再看一下美股的那些 Magnificent Seven或者是很多之前涨了很多的股票，你可以看到盘前很多都有5%、10%的下跌裂口下跌都有那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恐慌的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包括那些资金他们是来不及等到盘中的时候才进行止损他们是等不及他们是要在盘前或者是在夜盘的时候已经要抛售他们的股票那现在是一个非常恐慌的实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我们现在呢最好是给大家先看一下一个 full picture 一个整体的画面，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讲完了美股，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币这些加密货币的市场呢今天
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跌啊。那刚才你看美股呢就跌了4%、5%啊，你看纳斯达克就盘前跌了4%左右啊，标普500也是3%，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啊。过去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你看到现在盘前已经跌了4%。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币啊，这两个市场呢啊，它的波动性会更大，然后它的这个风险呢也是更大啊。那你可以看到，在今天也是出现了大跌啊，然后你看一下比特币，它从6万多啊跌到了5万1啊，我截图的时候是5万1啊，然后呢，以太币它曾经是跌了超过20%啊，那现在回调了一点点啊，但你可以看到也是出现了大跌，并且呢啊，他说到的原因就是有那些蓝琴有一些大户啊，他抛售了他旗下所有的以太币的资产啊，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次下跌也是引起了超过20万的投资者爆仓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快速的下跌啊，很多人是意料不及的啊，那这也导致了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啊，你看到比特币、以太币这些加密货币的市场啊是大跌了很多啊。OK， 我们看完了这一个puzzle 啊这个画面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画面啊。我相信这里应该有很多台湾的观众吧啊，那你们也肯定会很关心台湾的加权指数啊，那今天也是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天的跌幅啊，你可以看到跌了8.35%啊，那当中其实台湾的股票啊很多啊都是一些 AI 的科技股，或者是一些半导体的股票，那之前呢确实是跑赢大市，并且是涨了很多的，但我们看到最近这1个多月它都有一个调整，并且呢今天也是受到这么多黑天鹅的影响之后，你可以看到啊也是有很多的资金撤离了这个市场啊，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股票都有一个下跌啊，加权指数今天也是跌了超过8%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啊。那我们再看完了这个 puzzle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元凶啊，为什么会导致有这样的一个骨牌效应，或者是一个连锁效应，就是之前我们讲过日元加息会对整体的市场有什么影响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啊，它是受到日元加息之后啊有一个拆仓潮流的一个影响，那调整和下跌幅度最大的一个指数啊，那撇除加密货币之外呢，就是日元和日经的指数。你可以看到今天只是这一天啊，它已经是多次的熔断了，并且呢是单日跌了12.4%啊，那你想一下，这个不是个股啊，你说NVIDIA 跌了10%啊 ，Microsoft 跌了10%啊，这个是个股啊，但这个是指数你看一下指数这一天的下跌，已经跌到了2024年年初的时候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这样啊。那你可以看到之前我们有收到很多同学的私信，就是问，日股能买吗？怎么样投资日本的股票等等我们是一直建议大家不要去高追这个日元的指数也好，或者是当中的日本股票个股也好，我们都是叫大家不要去高追那你可以看到，你高追了之后，你的风险是有多大在1个月里面这个日股已经是跌了26.56%那已经是在技术分析的含义里面已经是达到一个技术性的熊市了。那你想一下，如果你买的是一些个别的股票，你会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那指数已经跌了26%那如果你买的是一些个别的股票有可能是跌了30%、40%也有可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是在过去1-2年的时候很多同学问
日股涨了很多，到底能不能买吗？我们是教大家不要高追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熊市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你可以看到，当它来的时候呢，是下跌的非常急，非常的快速，并且你可以看到就算你在2024年这里买了日本的股票买了指数，涨得不错但是你的回报可以很快的拱手相让给这个市场。那这里呢我们不吹牛我们是真的有看到过这个危险在4个月前4个半月前，我们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当中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日元的危机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是一些新同学，或者是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 live 看到我们这个直播或者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日元加息拆仓你不知道这些概念那你可以去回看一下这一期的 YouTube 的影片我们是没有事后诸葛亮，我们是没有水晶球能够预测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候也有很多的同学，很多的观众也是见证着我们在当时候讲了这个影片之后你看到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同学的私信真的说到日元升息，今天的股灾真的发生了说了我们是超准的预言成功。这是我们最近收到的很多的私信都在讲到我们的影片说到了七啪啪真的是非常厉害那这个并不是我们在吹牛而是我们真的在过去已经是看到了这个危险并且是在YouTube 和 Facebook 里面是有警告过大家的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或者是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最近的日元拆仓或者是关于日元加息的这个危险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里面就不再去讲更多了。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也是导致了最近的这几天股市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和失业率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个星期五美国是公布了它的失业率和它的非农就业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失业率，你看一下左边那张图实际上失业率是有上涨的，并且是连续3个月已经是4.0以上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4.3，比预期还要高0.2那其实也代表着美国人的那边的失业率是有持续的上涨那也可能代表着经济可能有衰退的迹象那我们再看一下右边这里的这张图我们讲到了非农就业数据，我们看到呢非农就业数据也是低过实际上预测很多并且你看到这个公布值从7月份到8月份它的下跌环比下跌超过40%，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变化一个很快速的下跌那这个也是会对后市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并且市场也是非常敏感一些之前受惠于一些比较对经济敏感的一些股票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我们看到过去1个月是涨了很多，但是在最近他们那些涨幅全都跌回来了因为他们也是对经济比较敏感的你可以看到这2个数据出来之后，也是对美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市场呢也是会预期未来的美国可能有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这样的 prediction 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觉得7月份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数据已经是没有那么好甚至是可以说是很差那市场就觉得为什么你7月份不降息呢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政策的错误那当然这个马斯克他也在他的
社交平台 X 上面也发了一个贴文做回应啊，他也说到Fed 它没有降息，其实也是一个愚蠢之举啊。那所以市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埋怨在这里啊。但这个埋怨我觉得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图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一个点，就是左右2张图，一张是今天4点多的时候一个截图啊，另外一张图呢是今天6点钟的时候啊，相隔2个小时，已经是市场的预期已经是非常不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呢是今天下午香港时间下午的4点钟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当时候还在预期下一次降息的时候会降息1码呢它的百分比只有8.5%然后呢它预期市场下一次降息呢会降息2码也是0.5%也就是0.5%。那你可以看到之前只是预期降1次的机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到4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市场已经是觉得经济衰退了，然后呢有可能因为美联储太晚降息了所以它下一次降息的时候，可能它会降得多一点然后也预期着之后的经济有可能需要透过快速的降息来拯救经济所以可能会有一个硬着陆那关于什么是硬着陆我们之前也有个影片讲到了3种情况no landing 不降落然后第2种是软着陆第3种是硬着陆那我们看到现在市场预期的情况，就是未来美联储很大的可能它是需要急速的降息来缓解这个硬着陆它是需要这个措施来拯救经济那我们看完了4点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就是起码市场是觉得9月份起码要降2码的降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降息2码是超过90%那这个是非常夸张的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市场已经是觉得不会降息1码，这个概率是0%。然后呢，他还预期下一次还有几%的可能性会降息3码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就能观察到，现在其实市场是非常的悲观觉得现在经济有可能不是说有可能很大的可能会硬着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也是很快 react 在这个股市里面有反应。那还有另外一个黑天鹅或者是一个坏消息吧，就是巴菲特在最近的一次Berkshire Hathaway 的一次第2个季度的那一次财报里面他有说过，巴菲特呢是宣布卖了接近1半的苹果的股票1半的股票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以前持仓最大的就是苹果，是占了接近我忘了是接近40%多还是50%但他宣布在这一个季度里面，他是卖了接近1半的苹果股票。他以前是有7.9亿股，卖到了第2个季度只有4亿股那你可以看到他持有的现金也是有史以来最高并且呢，你可以看到是环比增加了46.5%相比第1个季度的时候，第一个季度的时候他也是有卖了一点点的苹果的股票然后呢，他的持有的现金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现在他是宁愿持有更多的现金并且抛售了苹果的股票那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引发了市场上面的一些恐慌的情绪。很多人觉得哇，股神他在苹果最高位的时候卖走了这么多的股票那是不是这个潮退的时候要开始来了要看一下
哪一个人没有穿底裤，对不对啊？那我们呢，也在3个月之前啊，也就是Berkshire Hathaway 啊，第一个季度，他们说到要卖苹果的股票的时候啊，他当时候说的理由就是我们预计就巴菲特预计未来美国会加税等等等等啊，一些看似很有理由的理由啊，而当时候我们是已经在一次的直播当中啊，刚好是3个月前5月5号啊，我们是有警告过大家啊，巴菲特说他卖股票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并且我也自己看到一些苹果的一些基本面其实已经是改变了那所以苹果这个股票其实相对以前来说已经是没有那么吸引了那如果也是有新同学、新观众，或者是你没有对巴菲特卖苹果这件事情有了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回看这一期的直播我们这一次讲重点就是巴菲特卖了一半的股票卖了一半的苹果现在市场上面是觉得非常恐慌的那另外还有一些个别的股票也有一些坏消息比如说 NVIDIA 我们也可以看到 NVIDIA 呢最近他也说到了他的那些芯片也可能会有延迟售卖，并且呢他最近也有一个大麻烦，就是美国向 NVIDIA 展开了一个反垄断的调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盘前NVIDIA 也是跌了接近10%那各种各样的黑天鹅加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市况其实是非常的恐慌非常的怎么说就非常的恐慌然后你看到股市也是噼里啪啦的，好像那些机构投资者是来不及他们要在盘前和夜盘的时候已经在不断的卖他们手上的股票，所以会导致这样的一个下跌那我们看到了这些黑天鹅，看到了这些坏新闻的时候，我们才来卖股票其实我们是已经晚了一步了。你想一下在过去股市跌了这么多，过去1个月股市跌了这么多一些个别的股票可能已经跌了接近一半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尤其是些最近调整了很多的板块，比如说半导体你可以看到当这些坏新闻出来的时候，你才去卖股票其实已经是太晚了那很多人说，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卖股票呢？如果我说一个很多散户的一个毛病就是如果他们是听消息才来买股票或者是卖股票的话那其实你可能就是那个被割的韭菜了。你可以想一下其实呢我自己呢在一个多月前已经是跟同学们说要非常谨慎了在一些个别的板块里面，比如说半导体，我甚至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是看到有一些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那当然在上一次的 live 里面我也有跟大家去提出过这个我看到的观点当然在 GNT 里面我是更及时更早的去提出我看到的一些观点并且呢在7月19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说过现在其实这个市场呢已经是不太健康了然后呢当时候的跌势已经是从个别的板块从之前涨了很多很多的板块开始蔓延到其他的板块里面已经是不太健康的一个情况。而当时候呢，我在 GNP 里面有说过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要买什么股票要趁低吸纳要留意什么股票跌了这么多要去捞底并不是这样的，而我是说我们要减低我们的出手买卖的次数无论你是交易也好，投资也好或者是你买股票
趁低吸纳也好你是要减低你的出手的次数你不要买那么多而第二呢，我也是有说过的我们是应该要在那个时候缩减我们的仓位去以防万一，如果之后有一个大跌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我们的账号会有很大的回撤这个是我们当时候有提到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那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意见的话那你可以避开或者说你在这一次的调整当中你会受到比较少的影响那这是第一点。那之后呢，我也在 GMT 里面有说过其实我们是要非常谨慎和小心的去留意，并且呢，我们如果投资美股的话，我们要留意后续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当时候呢，我说过它如果到了下一个阻力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当时候呢，我是在7月26号收市之后当时候是周末我在社群里面有发了一个贴文，说到那我们应该是要留意的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GMT 的同学们那么你们也可以作为见证讲一下那另外呢，我也说过到了阻力之后如果出现了成交量萎缩和背驰的话我说过要做好市况有再一次调整的一个心理准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个星期四里面就已经到了美股10天线的阻力和一个趋势线的阻力那其实今天为什么会跌了这么多今天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多的黑天鹅出现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看到这些技术分析的信号我们有学过一些市况见顶和一些大势到顶的一些信号，来帮助我们去观察、去判断。这个时候我们的风险如果我们继续满仓去买股票或者是持有股票这个风险会不会很大那我们在之前已经有不断的提出过我们是应该要留意的。而透过技术分析这个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在最近没有做好一些对冲的准备的话，那起码你也可以避开这一次的跌浪那在上个星期里面，我有说过其实最近的走势资金也是有更多的流到了一些防守性的板块。那这里我说一下有哪一些的防守性的板块呢？那分别在美国那边美国那边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就是资金开始流到了一些防守性的股票公用股。第一，第二呢，就是黄金的板块也有一些资金流到了那个板块里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20年的国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呢也是有一个突破的那资金也是流到了那些板块里面那当时候呢，我也说过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第一，大势呢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之前是观察到它到了阻力的时候，如果出现成交量萎缩的情况呢，我们就要留意了。而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势到了这些阻力位置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回调但是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如果市宽开始恶化的话，那我们要更加注意会不会之后股票呢是进入到了一个中期的调整并且呢，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有更多的资金流到了一些防守性的板块和一些避险的资产那分别是黄金美国国债，包括一些比较强势的一些板块除了公用股之外，还有其他的板块包括那些金融还有一些比较利好于减息的板块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在7月份CPI 公布了之后曾经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是非常强势的当时候罗素2000也是涨了很多很多，但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之前
强势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都开始出现了回撤，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那如果是健康的市况，应该是继续上涨，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开始看到啊，资金开始是他们不想冒那么多的风险啊，他们是把那些资金从那些中小型的股票啊，那些股票呢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大一点的，从那些股票呢开始回到了一些比较防守性强一点的板块里面，那些板块我刚才说过都有出现有资金流到那些板块的迹象，并且是有陆续的突破一些阻力的啊。那我自己呢也是有做好了一些对冲的策略啊。那这里并不是叫大家看到Rich 你也有做这个SQQQ 啊，然后呢就盲目的去跟随着我们一起去买，看到这个号码然后就去买入啊。那当然现在你买 SQQQ 已经是没有了那个所谓的低风险的进场点啊，或者是已经不是像我2天之前去买的那样啊，那么没有风险啊。那这个是我最近做的一个对冲的策略啊。那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啊，并且呢，我们就算你没有做这种对冲的策略啊，你自己如果你有跟着我们听我自己在 GMT 的一些分享的话啊，你也会知道就算你不做对冲，你不做空啊，你最近也是能够避开这个股市的跌浪啊，然后呢，也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去保存实力啊，在下一次的调整当中去更有实力的更有资金去把握那些倍升股啊，或者是那些下一批的领导股啊。那我们来看到有同学也有说这一次呢，你有大量的空仓 put 做对冲躲过了这一波劫也是恭喜你啊。那另外呢，我也有看到有同学说有见证老师提前的通知，并且告诉我们那也有同学说感谢我在 GMT 的一些及时的通知那也谢谢你们每一次很认真的参与这一次的课程那但是呢，我也看到更多的同学可能是有一些哭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伤心或者是什么有压力或者是很恐慌因为可能你们手上的股票有了一个回撤或者是你们股票是在最近的这一次的跌浪里面跌了很多很多那如果你在最近呢是有一个有压力的话那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那坏消息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说过的GMT那现在呢其实就已经是不再收新的学生了那这个是一个坏消息。就算你想进来的话你也来不了，暂时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感觉到有压力的话我把我10年所学的一些精华浓缩成了一个课程，叫做致富股票的技术分析那我们现在呢也在陆续的更新这个课程你可以看到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教了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大势，怎么样去判断一个趋势，并且有讲到怎么样去判断市场是不是见顶、见底等等等等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之前也是有推出过的，并且是受到了很多很多同学的反馈，他们觉得这个课程很好并且是觉得很有价值那我们已经是有加价了那如果同学们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点击一下留言区里面的链接那可以去了解更多那这一次呢我在这一次的 Tufa Live 里面。很快的给大家做一个 update， 讲解一下最近的市场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也给了大家一个解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解药OK，感谢这一位同学有说到
之前我们也讲过，NVIDIA 拆股的时候已经有提示过一些美股的风险啊。那没错，我们其实在讲半导体或者是NVIDIA 的这个板块啊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讲过一段时间其实当时候已经是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有高追的风险在里面了然后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信号可能是一些资金流动的信息我们看到半导体或者是过去涨了那么多的那些 AI 的硬件的股票呢其实也已经是开始有资金撤离了OK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并且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点击一下留言区里面的那个解药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